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英姐姐。如果你想买一辆车，但是呢，你只有10万块钱的预算，又要求它长得比较好看，内饰科技感又比较强，那我觉得旁边这辆帝豪 L 说不定是你的选择呢。提到帝豪，可能对于吉利品牌比较熟悉的小伙伴们呢，就会知道之前帝豪的设计。设计非常用心的前脸，我们可以看到中网采用这种立体的菱形格栅，而且它的布局呢是一个 X 型。上半部分呢，这个盾形的格栅把我们的前脸很巧妙的分割成上下2个部分。上半部分搭配我们两边犀利的大灯是负责耍帅的，而下半部分呢配合日间行车灯和下面横向格栅是来负责营造豪华感的。说实话，单看它这个前脸，我觉得这辆车应该不止卖10万哦。但是想维持这么一个良好的形象，我觉得应该要经常洗车，因为呢，它菱形的格栅还是蛮容易沾到灰尘的。4735毫米的车身长度看起来还是蛮修长的，并且呢，它在尾部做了一个小小的溜背式的设计，搭配我们5辐式的刀锋轮毂，从侧面看上去，这辆车的运动感又是比较强了。来到尾部呢，一定要带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尾灯，官方给出的名字叫飞天飘带尾灯，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诗意呢？那当尾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灯带呢，其实做了一层叠加一层的这种状态，所以呢，你会感觉纵深是比较深的。我觉得这个尾灯呢还是蛮有特色的，并且下半部分呢，它是银色的镀铬饰条，所以呢，我觉得它跟前脸是相互呼应上了。上半部分呢负责耍帅，下半部分呢负责营造豪华感。那帝豪整体的一个外形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内饰吧。坐进车内呢，整体的一个布局呢还是非常简洁的。我们可以看到仪表台呢，它是这种低平线的设计，并且呢有缝线的加入。虽然线条感不是那么的强，但是简洁不等于廉价啊。我们可以看到内饰的一个材质以及它的配色，还有我们的科技配置还是蛮好的。我的手扶箱这边，然后还有我们的门把手，还有我们的座椅呢，它是同色系的这种蓝色，这可是越级的一个设计，并且我觉得这个蓝色的加入，让这辆车的年轻氛围会比较的强啊。第二点呢，是我在别的车上很少发现的哦，是它的车的照明灯是一个感应灯，你看我手在这边，它就可以亮了，不需要实际的去按它的这个按键。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前方这块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盘，还有这边的12.3英寸的中控屏。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呢，我觉得是符合现在的一个科技配置，但是与同级别车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那往下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车内空调按键是集成在这个部分，并且呢，我是发现它的质感呢做的还是蛮好的。你按下去的时候啊，它那种反馈给到你还是很真实的。第4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座椅啊。那座椅除了颜色搭配很好看之外呢，它还是打孔式的设计，并且它的皮质呢是一个防麂皮的这种材质，所以我觉得坐在座椅上，它整体的这种贴合度是很强的。那这款座椅呢，它是有座椅加热功能的，因为我拍的这辆车是顶配的车型。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它还是有这种穴位加热的一个功能，但是因为这辆车呢，今天它是没有电，所以不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功能。那这辆车的轴距呢是2700毫米，但是呢，我坐在第2排，其实它的整体的一个空间性还是可以的，并且在外面的时候，我看到它一个小小溜背式的设计，我还蛮担心车内的头部空间会不好，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视频里面很直观的，其实整体的这种腿部空间还有头部空间都是 OK 的。那它这个座椅呢，跟我们前排座椅的舒适性，我觉得是不分上下的，但是后排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呢就不会那么的好。那它的空调呢
是只有一个出风口，但是10万多一点的车型我们就不要求它那么多了。那这辆车它中间是没有地台的，所以说如果你们家里面后面要坐3个人，那其实也是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的。帝豪 L 呢全系将搭载 1.4T 黄金小排量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的一个最大马力呢是141，在1600转的时候呢，它可以爆发至235牛米的一个扭矩。那官方给出的100公里加速呢是6.7秒，匹配的是一个结构简单但是易于维护的 CVT 的变速箱。那帝豪 L 呢其实是有2款车型，那一款呢是旗舰版的车型，预售价呢是9.99万，还有一款就是我旁边这个顶配版自尊版的车型，它的一个预售价呢是10.99万。那今天带大家又很详细的看了一下帝豪 L 这辆车，我觉得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其实给到我蛮多的惊喜。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帝豪 L 这辆车的看法是什么呢？那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好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